大家好，我是芝麻开花。今天咱们来炸油条。今天的油条是不加明粉、不加泡打粉、不加油条蓬松剂，只用酵母粉炸出来的健康油条。外皮薄而脆，内心多孔又柔软，非常好吃。视频右上方的链接是我上次和大家的分享，很多朋友按照视频制作后，都成功炸出了自己满意的油条。也有朋友给我留言或私信，提出了他们的疑惑和问题，所以今天我推出新的一期视频，希望仍然有疑问的朋友们看过后都会找到答案。我还根据朋友们的需求，对配方稍做了修改，使其更加的适合初学炸油条的新朋友。下面咱们就一步一步来做。首先准备2个鸡蛋，去皮大约100克，用打蛋器打散。加入鸡蛋可以降低面的筋性，让油条更加蓬松柔软。1杯的温水，温度大约是40摄氏度。然后加入1茶匙的速效酵母粉，1茶匙的白糖，搅拌均匀，一直搅到白糖融化，然后静置待用。这是3杯的中筋面粉，蛋白质含量为11.2%。加入2大汤勺的玉米淀粉和1茶匙的盐，稍微的混合一下。接下来呢，咱们把它们过一下筛，这样既能让各样材料充分混合，又可以防止和面的时候出现小面疙瘩，从而减小后面压面的难度，可以说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先筛入1大半的干料到湿料里面，用打蛋器充分的搅匀，一直搅到面糊光滑细腻，没有任何的面疙瘩。然后再筛入剩余的干料，用橡皮刮刀进一步将干湿料拌匀。这样一来呢，即使不揉面，也不用担心各种材料混合不匀了。等所有的干粉都搅得看不见了，我们用保鲜膜将面盖住，醒面15分钟。面醒好了，我们开始压面，手法要点还是一样，不用揉面，只需要用手背压面，然后来叠面。咱们的面团很软，会很粘手，所以我们准备2汤勺的水，压之前用手背沾一下水，然后压面，一直压到面团又开始沾手了，再沾点水，接着压。大家注意哦，叠面的时候呢，咱们上下左右的叠，不能转圈的叠，总之不能乱叠，把面给叠乱了。叠完后经过很好的松弛，就可以得到纵横交错排列规则的面筋组织。这样的面筋组织可以很好的支撑待会儿炸制时油条中间受热生成的大泡泡。压面叠面大约需要5分钟，咱们不需要做到面光手光盆光。等到2汤勺的水沾完了，咱们把案板上抹点油，将面团移到面板上，记着手上也抹点油，一边进一步压面，一边把面团整理成长条状。然后将面团分成3等份，拿起其中的1份，用手将面团压扁拉长成长方形，从一端卷起，可以多卷几次，直到你得到一个比较规整的小圆筒。在圆筒面团上抹油，用保鲜膜裹紧，放入尺寸大小差不多的饭盒，这样保证面团不会变形。3个面团都整理后，醒面30分钟。等面醒到差不多时间，在给面团整形之前，我们准备油锅，开始给油加热。那么给油条整形的时候，到底是油按还是面按呢？答案是都可以，完全凭个人喜好。油按的好处是油条炸完后油还很清澈，但油的多少如果拿捏不好，就会直接导致油条的失败。面按呢比较保险，只要多放点面粉，一般不会出问题。缺点是多余的面粉会落入油锅，使炸过油条的油变浑浊。今天咱们选择面按，比较适合新手。醒好的面团很软，我们把它托到手上，轻轻拉长。如果你的面团拉起来很费劲，或者是拉长后马上回缩的很厉害，说明面还没有醒好，必须再接着醒面才能炸。每个人和出来的面软硬程度不一样，房间的温度不一样，醒面的时间也就不一样。30分钟呢，只是一个参考时间。
而检验你的面是否醒发到位，查看面团是否容易被拉长，就是最好的方法了。拉长的面片大约有30厘米长、5厘米宽、8个毫米的厚度。面片上再次撒些干面粉，咱们把每个面团切成12个小面片，可以做6根油条，也就是说3份的面咱们一共可以做18根油条。我们用刷子将面片表面多余的干粉都刷掉，然后在面片的侧面刷一下，使干面粉沾一些在侧表面，这样可以防止2个面片粘到一起，方便后面的操作。然后拿根筷子蘸些水，每隔一个面片在正中间画个水印儿，再将相邻的2个面片叠到一起，还是在正中间用筷子压一下，用点劲儿，只要别压断就行。油锅加热到大约180度，咱们开始炸油条。我们把油条的生坯拉到原来的2-3倍长，下到油锅。第一根油条如果上色太慢，就说明油温还太低，反之呢就是油温太高，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的调整油温。如果油温合适，油条下锅会很快浮出油面，这时候需要频繁的来翻动油条，让油条的每个面都受热均匀、膨胀对称。等油条长得最大，开始定型了，就不要再翻动了，给它一些时间让油条定型起酥。等2面都变成金黄，筷子夹起来感觉轻飘飘的，油条就可以出锅了。下面呢，咱们一边炸油条一边进行一下技术总结。第一，炸油条和面手法是关键。手法对了，不管你用什么配方，炸出来的油条可能会在口感、软硬、酥脆程度上有差别，但是蓬松的效果是有保证的。第二，酵母板的油条不能发面过头，当天炸醒面30分钟到40分钟，隔夜炸呢需要放冰箱低温发酵才行。检验醒面是否到位，要看你的面团是不是很容易的被拉长。第三，酵母板的油条炸制的温度大约是185摄氏度左右，油温不能太高。第四，炸油条的面尽量要软，和面的时候最好不加油，加了油的油条也好吃，会很脆，味道接近麻花或者是麻叶，但是没有油条的味儿。第五，整形的时候不揉面不擀面，只是用手拉面压面，因为揉和擀都有可能会破坏面团的内部面筋结构，好容易松弛好的面团会因此而被破坏掉，影响蓬松的效果。第六，面鹌和油面之间，如果是新手，最好选择面鹌，用尽量多的手粉来保证面皮的2侧不粘连。如果2条粘得太紧实，侧面全粘或者是部分粘到一起，就会炸成一条棍儿，或者是部分膨胀但有束腰的油条。第七，如果选择油鹌，注意油的用量千万不能太多，太多的话会导致2个面片中间压线的地方粘不牢，下油锅后2片立即分开，直接导致油条无法膨胀。第八，不喜欢鸡蛋的小伙伴可以不加，换成相应的水即可。国内的朋友如果面粉的筋性不强，可以不用加玉米淀粉。喜欢吃脆油条的朋友可以加点小苏打。掌握了这些要点，炸出金黄酥脆、空大泡多的油条就真的不是什么难事儿了。另外，有朋友家里人口少，每次想少炸一点，剩下的生坯冰箱冷冻，现吃现炸，那到底可不可行呢？以后的视频我会专门来做介绍，感兴趣的朋友请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更新了。芝麻开花节节高，祝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再见。